哎，赵就是，那主任我去吧。哎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？等我想清楚，我就会处理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你是说过，我可以等，但是要等多久？你在国外不告而别，我急得都快要疯了。我找不到你，而当我找到你了，我都回来了。这2个礼拜你还是一样，你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。我不知道我要等多久。是，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，也许是我造成的，但是我们应该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去解决。我宁可你跟我吵，跟我闹，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你这是冷暴力，它解决不了问题。我说过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来挽回我们的婚姻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理解，我也愿意尊重。这是我找律师你的离婚协议书，里面说得很清楚，离婚之后，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归于你。你再考虑一段时间，如果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，请你回来找我。如果你没有回来找我，那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当做是我陪着的礼物。喂，先把血止住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哎，8天怎么了？来上海干嘛？大出血，好不容易止住，心脏又不复跳，主刀搞不定，把唐主任都叫来了。哦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。好。对不起，我如果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说出那么多难听的话了。你也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隐瞒我结婚的事实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开口，这种事情挺难启齿的，或者可能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吧。总是以为不说出来，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其实是我错了。今天早上，我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在门诊楼，他就是你丈夫吧？
对，他给我送离婚协议。他说，他还是希望能够挽回，毕竟这段婚姻已经9年了。但是如果我不愿意的话，他会尊重我的选择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刚才本来打算要签字，结果被电话叫来救活了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好，知道了，5分钟。刚才的病人又出血了，准备2次开胸，我回手术室。叶一鸣，今后你不会不排心外的手术了吧？不会了，心外一直是我主攻的方向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还没下班吗？啊，刚要走。哦，你怎么了？这是离婚协议。我还没有签。5年前我留过一次产。沈丽英说，她跟孩子是一体的，孩子就是她的血肉。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一点，直到流产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已经怀孕了。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，真庆幸啊，不用为了生孩子停下工作，也不用为了做流产的决定而背负内疚。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？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每个人啊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，你只不过是选择了工作而已。回头想一下，好像这些年，我每一次做选择，放在第一位的都是工作。我做过特别多次很自私的选择。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。其实赵吉安很想要个孩子，想要一个家，可是最后他还是妥协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妥协。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直包容我，包容了9年。他说的对，我们不仅是夫妻，还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签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，好像没有办法前行，更没有办法后退。其实，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。既然你不想放手，那就紧紧把它抓住吧。
再试试吧。为什么杨现在不能手术啊？这手术不是推迟了吗？杨就送回了等待室，但那等待室它有个饲料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一只手术前进食进水的羊吃草了？主任，你别激动啊，这羊到底吃没吃草，饲养员还在确认。那个，我让百列在那儿盯着了。不过主任，这羊是反刍动物，如果它真的吃了，这时间上可能……唐主任，你好。唐主任，还记得我吗？医疗世界周刊的记者黎英。我知道你们现在要做人工心脏的第一次动物实验了，所以我们主编跟刘副院长打好了招呼，让我来全程采访。你先去忙吧。李记者，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现在不太想接受采访，因为我们人工心脏现在处于前期研发阶段，我不希望每个阶段都进行采访，这样会影响我，工程师的工作。希望你能谅解。可是这个采访是刘副院长安排的，他可是你的顶头上司。如果是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，我相信我肯定会尊重刘副院长的意见。但是，采访不是我本职的工作，我不想做就可以不做。唐主任，你真的是挺任性的啊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，一点都不考虑别人。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你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明明有老公，却隐瞒婚事，和别的男人搞暧昧，甚至不惜伤害别人。其实像唐主任这样的人，我也不是很想采访，但是没办法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这个记者还真挺有意思的。谁告诉你这些的？我一个在医院的朋友告诉我。看来唐医生是不愿意告诉我回国真正的原因。我知道你是刘峰的前女友。这句话我在其他人那儿也听说过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们的这位所谓医院的朋友到底是谁？这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你也不认识。那我也没有什么跟你说的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唐佳宇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采访能不能成，我根本不在乎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而已。但是今天我来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不要再伤害叶一鸣了。你和他根本不合适。虽然反正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所以我希望你离他远一点。李记者，刚才你也说过我这个人很任性，连刘副院长的指示我都可以不执行。你的希望我会放在心上。你一点廉耻心都没有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不上去啊？哦，赵继安从酒店搬回来了。哦，那你没什么事儿吧？遇到点事儿，如果解决不了的话，周明组可能要换人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叶主任，你说怎么样能安抚一个病人？按照你说的这个情况，只有了解了病人的真正诉求，我们才有希望说服他。什么诉求？虽然他不承认他自己写了请假条不地道，但是你想想，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心绞痛发作。教科书是怎么描述心绞痛的？胸前区的压榨感，窒息性的疼痛，偶尔伴有濒死感。我觉得面对死亡，他一定很恐惧。那也就是说，他的最大诉求就是活得更久、更安全。对，谁又不是呢？
你说的确实不好。哎，回来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医院的麻醉科的主任叶主任，这是我的丈夫赵佳。你好，叶一鸣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谢谢你哦，还送我们家佳玉回来。不是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家就住隔壁。哦，真巧。对，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叫我。好呀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那行，我也回去啊，拜拜，再见。再见。哇。你刚刚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想问你刚刚吃了没有？如果没吃的话，我买了点外卖，一块儿吃吧。我去换衣服。是还有其他的人吗？对啊，我健身房的几个玩的特别好的朋友，有2位你那天不是见过吗？我上次跟他们说你只是我同事，我还挺介意的呢，所以我今天给他们都叫出来，好好介绍一下我女朋友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。用啊，当然用了。这儿。小亨大夫，这刚练完吧？刚练，喝点水，刚到的。好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女朋友欧阳振宇。哦，女朋友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小王子，这不是那天你那同事吗？怎么那天遮遮掩掩的？对啊，那天就觉得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俩就别调侃我了。我说你怎么最近不来健身房训练的啊？原来是谈恋爱的。你说呗。我没有，我最近医院真的是特别的忙，哪像你们呀，个个那么闲散。哎呦喂，你就快别打趣我们了。哎，对了，快赶紧说说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呀，对吧？我是检验科，探视检验科，跟我一样，货真价实的同事。检验科好，检验科好。对，检验科好。别多虑了，如果我说你是医务处的，他们没有太回应。这么早啊？那个主任，你来了。他们都还没到呢。我想到个办法。